如果现在太阳突然消失，你知道人类还有多久会迎来末日吗？答案是8分钟。等我们察觉天变黑的那一刻，末日倒计时已经开始，热量会以光速逃离地球，海洋在几小时内冻结，所有生命都会在极寒中走向终结。这个可怕的假设恰恰戳中了我们对太阳的绝对依赖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太阳能有这么大的能量？它的内部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，能支撑地球生命几十亿年？今天我们就从最外层到核心，穿越光与等离子体的层层屏障，解锁这个宇宙熔炉的真相，保证你看完会对头顶的太阳彻底改观。准备好这场直达恒星内部的疯狂旅程了吗？你敢信吗？在银河系2000亿颗恒星的超级班级里，我们的太阳只是个成绩中等的普通生，但对人类来说，它却是能决定生死的独家靠山。这个由氢和氦组成的大火球稳稳坐落在太阳系中心，距离我们刚好 1.5 亿公里，不远不近，刚好把地球调成了生命宜居的恒温模式。它的能量不仅给了我们四季和年份，更养活了地球上每一株植物，每一个生命。而这些救命的光芒从太阳出发到地球只需要8分钟。为了破解它的秘密，几百年来科学家动用了所有家伙，巨型望远镜，敢冲去太阳身边的探测器，盯着它拍细节的卫星。但直到今天，太阳依然藏着不少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谜团。而要揭开这些谜，得先从它的身体结构说起。从地球看，它是个稳定的光球，但实际上它的内部时刻都在翻江倒海。太阳其实是个时刻炸毛的动态恒星，它的能量在内部层层传递，最终喷向太空，8分钟就到我们身边。那它到底有哪几层？能量又是怎么跑出来的？答案是6个核心区域。先从我们能观测到的外部3层说起。第一个是日冕，它是太阳的最外层，也是整个太阳最热的地方，温度能飙到几百万摄氏度，太阳风就是从这里吹向太空的。第二个是色球层，在日冕下面，平时温度比光球层低，但太阳耀斑爆发时，它会突然亮得刺眼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太阳表面光球层，这里是可见光的发源地，温度相对温和，只有5500摄氏度。这3层就像太阳的外衣，不仅定义了它的模样，还决定了能量怎么从内部传到地球。而所有能量的源头都藏在太阳最深处的核心里。说完外部，我们再钻进太阳的内部3层，对流层、辐射层和核心，每一层都极端到挑战物理定律。先从最外层的日冕再深挖一点，它可不是薄薄的一层，能延伸到离太阳表面800万公里的地方，比水星到太阳的距离还远。它太稀薄了，平时肉眼根本看不见，只有日全食时，月球挡住光球层，它才会露出真面目，像一圈发光的白色花瓣，等离子体，细丝在太空里飘着，美到窒息。但最让科学家挠头的是它的温度，光球层才5500度，日冕却能达到200万度。这就好比你离篝火越远，反而被烤得更烫。至今，这都是太阳物理的头号谜团。目前最靠谱的理论是太阳磁场在搞鬼，把能量乱哄哄地塞进日冕里，但具体机制还没人完全搞懂。而且太阳风就是从日冕吹出来的超音速粒子流，它在太空里吹出了一个巨大的磁场泡泡，太阳圈能覆盖到所有行星轨道之外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地球其实一直住在太阳的大气里。你敢信我们每天都泡在太阳的大气层里吗？往下走就是色球层，它大概2000公里厚，像太阳的中间外套。这里最热闹的就是日珥，那些从太阳表面喷出来的热气体柱，能以每秒20公里的速度冲到8000公里高，然后再塌回太阳表面。每个日珥只能活几分钟，但成千上万的日珥一起，就成了太阳能量传递的快递员。这一层因为氢气被加热发红光，
所以自带一层淡淡的红色滤镜。它的温度也很极端，底部才3700度，越往上越热，靠近日冕的地方能飙到25万度。这里的等离子体完全跟着太阳磁场的节奏跳舞，扭出各种复杂的图案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没完全搞懂这些图案的规律。再往下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太阳表面，光球层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它根本不是固体。太阳没有像地球那样的硬壳，光球层其实是太阳大气的第一层，只有400到500公里厚。我们看到的所有太阳光几乎都是从这里逃到太空的，所以它的名字光球层，意思就是光的球体，简直太贴切了。它的平均温度是5500度，这个温度有多恐怖？不管是钻石还是石墨，碰到它都会直接融化再沸腾。而且你仔细看光球层，会发现它表面有像米粒一样的图案，这是热等离子体对流形成的沸腾泡泡。还有那些暗斑，太阳黑子是磁场捣乱形成的低温区域。科学家就是通过观察黑子的移动，才发现太阳居然会自己转。现在我们终于钻进太阳的内部了。第一层是对流层，这里就像个巨大的沸腾水壶，深层的热等离子体往上冲到光球层，冷却后再沉回去，不停循环。我们在表面看到的米粒状结构，就是这个循环留下的脚印。而且太阳耀斑、太阳风这些剧烈现象都跟这个循环脱不了干系。对流层最深处的温度能超过200万度，再往下就是辐射层，这里密度超级大，核心产生的能量只能靠辐射传递。光子在这里会被亚原子粒子撞来撞去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平均要花17万年才能从辐射层爬到对流层。你敢信吗？同样的光子从太阳到地球只需要8分钟，但在辐射层里居然要走17万年，这反差简直离谱。最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太阳的心脏核心，这里是整个太阳最热最密的地方，温度超过1500万度，压力大到无法想象。而支撑太阳发光发热的终极秘密就藏在这里，核聚变。4个氢原子挤在一起变成一个氦原子，同时释放出惊天动地的能量。核心每秒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0亿颗核弹同时爆炸，但这些能量不会一下子冲到表面，要经过我们刚才走过的所有层次，花10几万年才能逃出去，再用8分钟飞到地球。太阳现在已经46亿岁了，刚好走完了生命的一半，正处在最稳定的主序性阶段，还能再安稳燃烧50亿年。但50亿年后，平衡会被打破，核心的氢烧完，太阳会膨胀成一颗红巨星，把水星、金星甚至地球都吞掉。之后它会甩掉外层，剩下一个跟地球差不多大，但质量是太阳1半的白矮星，慢慢冷却，再亮上数万亿年。这是所有恒星的终极命运，包括我们的太阳。了解太阳的层次，不只是满足科学好奇心，更是搞懂我们生命起源的关键。我们的每一口呼吸，每一寸皮肤，都跟这个等离子体巨人息息相关。它是混乱和秩序的完美平衡，是地球真正的生命发动机。现在你知道太阳的内部秘密了，是不是再也没法用以前的眼光看它了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我，下次带你解锁更多宇宙深处的秘密。评论区聊聊，你对太阳最惊讶的发现是什么？